嘿，大家伙儿早喽！2月19号星期一，新的一周。今天我也开工了。今天是最后一个训练日，第4个。咱们回评论，并且我继续轻松跑。这周的主要任务就是减量，维持训练状态，调整疲劳的身体。因为周日的那个10公里测试，抱歉，周六的10公里测试是必须要做的，是给自己奠定信心。但是因为周六之前这10来天春节各种忙碌，身体状态不好，导致呢比较疲劳。今天继续轻松跑，到大上坡了啊，我们看看坡吧。已经10多天没来这个坡了。这周日到这儿的时候是32公里。整个现在2024年的赛道，应该只有这儿比较难，其他地儿都很平。偶尔有1、2个那种小的桥。可能还有2个地方比较难过了这儿，一个是大概39公里、38公里的地方有一个桥，是那种很短的拱桥。之后就是42公里，抱歉，41公里，有一个地下通道的桥，就没有了。其实我唯一没有复刻过的路线就是那个地下通道，因为那个桥平时人不能走，就只能走边上的人行的那个地下通道。但是边上人行的那个地下通道呢，上下坡都特别陡，它那个坡度不一样。这次真的是努力探路了，北京马拉松我都没探过路。其实我平常在北京生活，是不去亚运村那边的。这次怎么走，闭着眼睛都知道了。像这种城市马拉松，就是努力尽量不要跑太多的冤枉路。因为你基本上随便不跑一些最短距离，可能最后赛后就是42.5公里、42.6公里，甚至1分钟就没有了。你看这坡上到这儿，基本上又是平路了，因为你刚才上了个大坡，一会儿还有持续的小的下坡。之后再慢慢的有轻微的小爬升到大阪城，终点也不是在大阪城海拔最高的地方，所以可能还有一个敌人就是大河原先生说，一会儿最前面会，如果跑马拉松路线的话，有一路向北的一条很长的直路，大约有4公里，一直应该是逆风，但是这个季节还好。目前预报周日是下雨的，还是挺开心的，心理压力小了不少。那天直播我说这事儿来着，不知道我能不能表达清楚我这个点。其实，所以这样扪心自问一下，我好像也不是真的为了成绩怎么样，我只是为了自己的心理的那种不成熟的满足感。比赛的时候这个口右转，比赛的时候这样一直往前，你们看前面还有一个轻微的上坡，然后就结束了，就结束上坡了。
到这儿差不多33公里，可能。行吧，那我们一会儿专心回评论。天都微微亮，因为跑得短，出来的也晚。这条路挺清静，我们就这条路聊吧。一会儿前面那个过街天桥过了，能看见远处的山，翻过山就是奈良的方向。我们现在正向东跑，微微的日出啊，好大的唐吉诃德。明年就不这么冲成绩了，明年可能参加一下昨天的京都马拉松，如果还能在这儿的话。京都马拉松是先到先得的报名，我看最后冲刺终点那儿挺好看的。对，而且以后也不说冲刺了，就说完赛了。真的想换一种参赛体验。这两天在家里也总聊，如果换一种参赛体验，其实是很美妙的，去看看风景，对吧？开始回评论。这几周跑完强度课，跑完间歇，总有轻微感冒的症状，已经很注意保暖了。其实感冒大多数时候都不是因为冷，就是单纯的冷是不会让您感冒的，无论是细菌还是病毒，那没有这样东西，单纯的冷是不会感冒的。你强度大了以后有感冒症状，有可能是您说的症状肯定是没有感冒了，对吧？因为要感冒的话，它就不可能马上好。可能就是上呼吸道不适，天气冷，然后强度课的时候，可能呼吸、心肺系统压力比较大，不适应。注意跑后的保暖就行了，没事儿。看远处有红颜色的朝霞从云层里渗出，就人的身体总有一段时间是好的，一段时间是不好的，这样循环交替中，你不可能一直是一个状态。有时候发现这段时间怎么这么累呀？那如果您确定自己是健康的，就不用担心。哦，好惬意呀！这草地上这个小桌椅，白天弄个阳伞，热起来了，现在11度。跑完步以后，足弓总抽筋儿。这个就是初跑者的通病，或者说都能面对的问题，就是足弓疼。不管您是不是扁平足或者低足弓，因为人的足弓是最薄弱的一块肌肉之一，因为我们平常不练这儿，而且城市人口从你第一次脚沾地在户外就是穿着鞋的，看这儿都有封路的提示，看。虽然这条路不封，不是这条路，但是跟前面的交叉路口有关系。所以足弓疼或者足弓抽是再正常不过的，或者足弓酸，你只要不是那种撕裂的剧痛，就没事儿，它就是疲劳。多跑2年就好了。我基本上跑到第3年，我才彻底告别足弓疼。当然，我是那种，我其实到现在我也说我自己是那种资质很一般的那种人，所以不用拿我来做参考。闭麦的惊叹2.0，真的那么难驾驭吗？我觉得是的。我觉得现在我可能也不太行。就是你们看160X 1.0那一代虽然难驾驭，但是它的表现是这样：普通人穿上呢，跑不快，或者说跑得不舒服，因为鞋底薄，然后支撑跟包裹差一点，碳板没那么激进，就是你不会觉得脚底板噔噔噔噔的那种。而惊叹2那双鞋呢，就是鞋底特别激进，你穿上以后觉得脚落地就跟落在钢板上似的。而包括刚才说的足弓疼，其实
也不全是足弓的问题，也有小腿、大腿各方面的肌肉的力量和反应、灵敏度各种的问题，落地的连贯性，它都会造成足底不舒服。您再加上一双让足底不太精英的选手穿上去不舒服的鞋，确实就有点难受。可以试试，因为毕竟我觉得他们家鞋不贵，但是我觉得，你看2022年的北马，其实那时候如果我没有各种意外情况的话，我是最无限接近于240的水平。那之前跑了一次奥森外边那个，跑了一个21公里，强度特别大。虽然那天我没穿，但是另外2位朋友穿的是它。那时候我也觉得我驾驭不了。当然，如果您是力量型选手，就算您跑不到3小时以内，也不一定不行。也有小伙伴分享说自己也报名了一场超马，4月份的富士山那边的一个湖，118公里，给您加油。昨天说鞋的衰减，也有小伙伴说同意我的观点，就是鞋的衰减其实很多时候是人的衰减。说他参加过超马，过了50公里换了一双鞋，感觉也不行。而且平常穿着特有劲儿的鞋，感觉穿上去就感觉跟踩弹簧或者还跟踩炸弹似的，特别带劲。就是你肌肉承受不了那个劲儿了。因为我不太认为一双鞋，你跑一个马拉松，它那鞋底儿前半程跟后半程就能差很多，肯定会差，但是不会差那么多的。说那天跑10公里怎么没给小伙伴们带伴手礼？带了呀。第一是我不一定都拍进去，第二是我们分享伴手礼都是在周3的训练课上，所以周6我就没有拿各种吃的，肯定带了呀。为什么我有时候说好像这一年是进步了，频道成长了，是因为现在咱们频道的弹幕和评论已经开始有一些看上去就是奇奇怪怪的内容了，就他的发言目的多的我就不说了。但是呢，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不成熟的小经验，就无论你看我身边很多人不在自己的家乡生活，有的是去别的城市工作，有的是去别的国家工作和生活，包括之前提到我的同事一家子在马耳他生活，就作为数字游民在马耳他生活，我都跟人家说，我说你这地儿真挺好的，说有什么好吃的呀，有什么好玩的。为什么呢？因为绝大多数这种生活，不管是您在一个国家不同的城市离开家乡还是怎么样，很多时候都是自己的选择。虽然可能过程中有一些无奈的成分，客观的成分，但大多数时候是不违背自己意愿的。那比方说您去一个地儿，我说哎呦，这地儿会不会这儿不好，这地儿会不会那儿不好？那我什么意思？我是在质疑您的智商吗？肯定不好啊，这样对不对？我肯定是，不管您选择生活，还是选择我买了个新的东西，还是说我是买这款手机还是那款手机，既然你做出选择，那就是你的判断。自己的判断最希望的就是为别人支持和尊重，还有认可，这不是人之常情吗？可以自嘲，我自嘲是没问题的，对不对？比方说我老自嘲在新加坡那时候，哎呀，但是我现在我也可以说，那不是他的问题，那是我的问题。所以我也老劝在北方出生长大的小伙伴，尽量您如果选择一个南方热带城市，要考虑考虑。那仅此而已嘛，对不对？好，下一个，强度课完了，出汗不洗洗，
会不会难受，是因为那天不是跑完6公里就去直接吃早饭直播嘛？那关键问题是这样的，就是我在那个强度下、那个气温下，我不怎么出汗，几乎没出汗。这个呢，出汗其实啊，我觉得是天生的，有人这爱出汗，有的人那爱出汗，这解决不了。但是呢，出汗它有一个所谓的临界值，就是您达到一定负荷，您身体热，出汗就是因为因为通过排汗来降温嘛，对吧？那为什么身体会热呢？是因为你身体里的各种产生热量的反应增加了，产生热量一增加，反应一增加，它就热了。那这些反应为什么增加呢？因为在低效的反应下支撑不了你现在的活动强度了。那说白了就是出汗这事儿是会随着运动水平的上升而略微改善的，更主要的可能也跟体重有关系。比方说那天我们跑奥森，我们那么多人跑了15公里那个强度，我几乎是一滴汗都没出。然后也有小伙伴完了给我发微信说，回到车里换衣服都已经里外湿透了，对吧？我觉得更多的是体重的问题，然后一部分是运动能力的问题。您要是浑身都湿透了呢，那我的建议就是一定是洗洗换干衣服再干别的，都正常。下一个啊，大阪的马拉松博览会什么时候去？目前看它的公告是周5、周6只开2天，而且这周5是他们的节日，所以周5应该是休息日。但是它开的时间比较晚，周5、周6、周日都是抱歉，周5、周6都是早上11点才开。这时间我不太可能11点去，因为弄完以后吃饭对我来说有点晚。我可能11点在周围吃午饭，吃完午饭就去，应该是周5去，不会是周6。也就是说周5中午，我好多比赛其实都是这个时间去。我到时候吃完午饭在周围我发个动态，我这次一定记得，好吗？我们小伙伴们跑团小伙伴们也约了个时间，他们要一起去，我忘了，好像是周6下午2点半，也可能是周5下午2点半，我忘了是哪天了。下一个来日本看樱花是什么时候？您就直接搜日本空格樱花空格预报，每年这边有官方的预报，就非常准。而且我的经验是早1周晚1周效果差距都很明显，所以那时候人才特别多。但是好像关西地区看樱花没有东京那么多人，因为没有太多的那么棒的赏樱地点，品种也不一样。东京那个叫什么木黑川对吗？哪儿人山人海，我去过一次，前几年。关西这边是红叶的时候，每年秋天的时候人会比较多。这是一个特别大的 DIY 和工具店，就是您自己有别墅什么的那种，或者家庭手工。最后一个就是这次回北京的感受，今天直播里我也说了，这感受是，不管是在这儿的时候想念北京，还是在北京的时候想念的这儿，你想念的东西真的又出现的时候，并不一定有想象中或者回忆中那么美好。不仅限于北京，哪儿都一样。所以，好些东西保留在记忆里是最快乐的。弄得太明白呢，就不快乐。所以我老说我这性格，又加上理科生，有时挺招人讨厌的，自己也不喜欢，看不到事物的美。好吧，准备的评论都回完了，天也亮了，我也马上跑到大阪城了，在大阪城里跑一圈我就回家了。我们还是一起加油干。
一起加油干！不知道这周末有没有其他小伙伴也参赛？我看到的好多小伙伴会来到大阪跑全马，如果您来，这几天都可以偶遇。但是周六的早晨不确定了，因为从我家来大阪城有点远，我也不建议周六跑太多。到时候博览会还会去拜访高驰小伙伴的展台呢。那咱们训练后见了，晨跑后见了。2月19号星期一清晨7点18，训练结束，晨跑结束。因为今天也不能算是训练，就是轻松跑，跑了12公里。看看平均配速啊，平均配速5分18，就是很轻松跑，很轻松跑那种。就像今天这期开头说的一样，这几天主要的任务就是维持跑步的节奏，然后呢降低强度，让身体是一个快速恢复的状态，争取能在周4或者周5达到一个恢复完毕的状态就很好。因为赛前还要安排一次冲刺，就200-300米的那种，就像上个月的半马之前那样，找速度感就行了。因为你这一周的轻松跑，肯定速度感和这种身体的激情就会下降。今天都穿短袖了，特别热，现在开始掉雨点了。今天有雨，这一周都有雨，天阴沉沉的。这胳膊上这个硅基动感这个给大家看看啊，正好今天穿短袖。这个回头会出详细的视频来聊这个，我有好多的测试数据了已经。行吧，今天跟大家聊聊评论，回复一下各位的一些想聊的东西，说说我的一些经历、经验和不成熟的小想法，好吗？那这么着，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明天是我的休息日了，很有可能我们后天再见。如果明天没有视频的话，加油干，加油干！